各位观众，今天我们来看一场很不一样的比赛。这场对决，场地不在球场，而是在法庭。球员们争的不是冠军杯，而是自己的清白。主角呢，是加密货币。好，我们直接切入重点。这场比赛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位币圈交易员和一连串消失的交易记录。那这些记录到底是一个精心设计骗局的铁证，还是我们的司法体系面对新科技时一次严重的误判呢？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力球员，一位我们叫他5兆的加密货币交易员。他现在呀，可以说是正在打一场有关他人生的关键战役。哨声响起，第一节比赛正式开始。这整场球赛的胜负关键其实很单纯，就看洋东西证据，也就是那笔好像人间蒸发的交易记录。你看，比赛一开始，检方就发动了一波猛烈快攻，直接说我们查了公开的区块链，上面根本就没有这笔钱的记录。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个稳稳得分的灌篮？但辩方马上喊了暂停，他们说大家看错地方了，真正的比赛根本不在这个公开的球场上进行。哦，所以辩方的战术板上画的是什么？他们说这些交易是所谓的内部转账，这就好像你在同一家银行的2个账户之间转钱，银行内部系统跑一下记录就好，钱根本不需要经过外面的公开网路。在币圈的交易所里，这种操作其实很常见，但也因为这样，外面的人是完全查不到记录的哦。哎呀，但是这个时候，裁判也就是法院哨子响了，他们不认可这个战术，觉得这不过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而已，不能当作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这一吹判可以说是直接让辩方的攻势瞬间卡住了。好的，比赛进入第2节，辩方这边看起来有点陷入困境，所以他们决定换上一位神秘的板凳球员。他们说，这个人才是整个战术的核心人物。所以，这位叫Aaron 的队友到底是谁？辩方说他是他们长期合作的泰国生意伙伴，是个王牌队友。但检方跟法院却认为，这个人根本像个幽灵球员，除了护照影本，什么记录都查不到，数据完全对不上。没错，所以第2节的关键就在这里。法院抓着几个疑点猛打。你给的钱包地址在公开账本上根本没记录啊！你说他是伙伴，却连个视讯截图都拿不出来。法院觉得你吴兆是个经验老道的球员，怎么会跟一个身份都无法验证的人做这么大的生意呢？这等于是直接判定辩方这个合法商业交易的战术彻底破功。好，中场休息时间，我们先不看场上的球员，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这场比赛最大的争议可能不只是球员的表现，而是裁判手上拿的那本规则手册。你想想看，法用来吹判的规则真的公平吗？你看这个时间点就很有意思了。5兆的交易是发生在2023年的4月，但那个时候针对个人币商的洗钱防治法规根本还不存在。相关的法规是要到5月甚至是7月才陆续通过，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一个球员因为一条明天才会公布的新规则，今天就被吹了技术犯规，你说这合理吗？好，比赛来到决胜的第4节，辩方可以说是大幅落后，他们决定提出上诉，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搏的机会了。一记从后场出手的超大号3分球，他们带着全新的证据回到了法庭上。好的，他们的第一招是什么？他们提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交易记录，证明那个涉案的账号经手过的交易总金额远远超过了被害人的那笔款项。你看这个图表就很清楚了。被害人的金额跟这个账户的总交易额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辩方的论点很简单，如果这是一个为了诈骗用完就丢的人头账户，流水有可能这么大吗？
他们认为这恰恰证明了这是一个长期在运作的商业账户。但这还不是他们最强的武器。辩方真正的王牌是接下来这个证据。他们提出另一个案子，案情几乎一模一样，但主角却是武曌的同事。来，我们看看这张表，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商业模式，甚至连合作对象都一样。武曌的同事蔡先生跟辛先生也因为类似的行为被调查，但结果呢？不起诉。这就奇怪了，同样的球队用同样的战术打球，为什么武曌被判有罪，他的队友却没事？这让裁判的判决标准打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中场的哨声响起。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当裁判去宣判谁输谁赢，而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回顾整场比赛，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矛盾。首先是证据，看不见的内部转账，究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还是一个脱罪的借口？再来是法律，用还没生效的规则来判决，就算不算犯规？最后是判决本身，为什么同样的行为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一场新科技和旧思维的激烈碰撞。而这也就是这场比赛留给我们最大的问题。当科技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法律更新的速度时，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确保正义不会被远远地抛在脑后？这不只是武曌一个人的案子，这更是对我们整个司法系统所提出的一场严峻的压力测试。